钟总，季星。啊，现在应该喊你季总了。恭喜乔迁。谢谢，有心了。星垂平野，原材料的文件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。星星的前老板，广华的曾迪。曾总坐吧，我给您倒杯水。不了，就是来为你加个油，好好干，毕竟是从我们广华出来的，以后可不能丢我们广华的脸哦。我努力，尽量不让你失望。有志气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好，花不错。我送你。志周，你去查一下这幅画。星星，你这画是真的吗？韩婷送的应该是真的吧？这幅画的作者作品特别少，这是他近5年来唯一一幅对外售卖的画，星垂平野。他在拍卖行的成交价是7万7位数！早知道这幅画这么贵，咱们前段时间缺钱，直接把它卖了不就完了吗？还拼命写什么代码呀？就是，我还出去拉业务干嘛呀？就是。你别碰，你碰一下碰脏了怎么办呀？这韩总送的哪是画呀？这分明就是爱呀！好奢侈的爱呀！你们可别乱说。我跟韩婷什么都没有。哎呦，韩总，您找我。坐。哎。进东营多久了？啊，13年了，韩总。给张新华当了7、8年的副手。10年。你有资历，业绩也不错。如果让你当销售部总监，对于销售部的管理，你有何见解？韩总，我不是做一把手的料。我对现在的状态就挺知足的，只要能为公司做贡献，我没那么在乎职务高低的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你的履历我看了，你真的甘心一辈子只当个副职？韩总，谢谢您对我的认可，但张哥对我有知遇之恩，就算让我离职，我也不愿站到他的对立面。希望您能理解。韩总，这您打算怎么处理啊？他既然对你有知遇之恩，我想你应该清楚，该怎么做，结果对他是好的。我知道了，感谢韩总宽仁。你要明白，接受我的提议，不是在害他，相反，是在给他一条生路。相信你坐上他的位置后，能够吸取前车之鉴，不会犯同样的错误。那我要是答应您，张哥进入东一比我早，已经为东一工作15年了。只要不影响公司，我会给他一个体面的结束。哎，
庆祝星辰乔迁，谢谢。哇，果然炸鸡和啤酒最配。我吃多了清水，还是觉得油炸食品最能让我开心。我的2个美女老板不嫌弃鹤梨捡豆就好。不嫌弃。自从我开始创业，我发现我们都好久没有在一起好好这么吃一顿了。是啊，哎，所幸啊，努力没有白费。你们俩现在都是有办公室的人了。那得谢谢背后支持我的女人和一直陪我奋斗的女人。那是因为你让我相信，星辰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台。等到时候产品出来了，我也一定不会让你后悔请了我。他可是金牌销售啊，我可一直都偷着乐的好不好？现在有了新的起点，未来一定会更顺利。来，为我们新的起点干杯！干杯！好冰啊！面试官好，我叫徐悠悠。我叫张杰。你好，我叫冯宇。我叫陈佐。你好，我叫蒋金轩，毕业于江阳工商学院，学的呢是工商管理专业，是本科毕业生。毕业于新港工程技术大学，硕士学历。京西工业学院、新港工程技术大学，学的是产品工程学专业。毕业于新港大学计算机专业，本科学历。我们是校友啊。哎，你对薪资的要求是多少？我刚毕业，对薪资没要求。我希望每个月5万块左右。我也希望。下一个。你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？我把老板炒了。上一家公司规模太小，环境太差了，冬天冷，夏天热的，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。你们这儿不错啊。下一个。你的理想是什么？理想？我好像没什么理想。我希望进入一家世界500强公司。我设计的产品可以获得专利。我就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像写程序、编代码，我可以做一整天。丽姐，今天面试，我发现你好厉害啊！你真的不输那些专业的 HR，你辛苦了，喝水。行了，赶紧面下一个吧。下一个。你好，我是黄薇薇。你是季总以前的同事吧？你来面试的事儿，季总跟我们打过招呼了。虽然是熟人，但我们要公私分明。我想跟你交流几个问题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可不想做关系户，你们尽管问。你很有经验，在这个领域也工作了很多年，是我们要找的人。但是，我们星辰跟广华这样的大公司不能比，我们的容错率不高。我之前在广华的工作中，确实出现过一些差错，但季星走后，我在项目组背了不少锅，但也成长了很多。接下来的工作，我会全力以赴，拿出更认真的态度去面对。如果你加入星辰的话，你能够确保以前的问题不再发生吗？能。我可以像其他人一样，先进入试用期。你们看到我的表现，再决定要不要继续用我。那星辰给你3个月的试用期，期待你的优异表现。谢谢，我是真的很想加入星辰。如果我们能一起工作的话，星辰也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们也属于是共同创业嘛，福利啊、分红啊，一样也不会少。好，那下一个。一定国华检查好。哎，怎么回事，黄薇？这还没到下班时间呢。正好。不是，你是工作中遇见什么困难了，还是跟同事之间有什么误会啊？不是，你先别着急收拾东西，走，你去我办公室，咱俩聊聊。没什么好聊的，陈总监，我想得很清楚了，广华给不了我想要的。说说你真实的理由。辞职信里写的已经很清楚了，自从季星走后，我就成了项目组的背锅侠。
你跟林真轮着给我穿小鞋。不是我这你，我待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？还不如跟着季星一起去创业。黄薇薇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星辰可是初创公司，未来会怎么样谁都不知道。那有什么关系？星辰和广华都是韩总投的，我现在过去就是公司元老。可惜，你当初得罪季星太深，没这个机会了。都看什么呀？好好工作！像这种见利忘义的员工，到哪儿都不会长久。各位，经过近半年的时间，东一已经初步完成人事改革。AI 部总监江淮博士，你们都已经认识了。这些日子，他带领智慧云医生团队，不仅快速完成了产品迭代升级，而且与多家医院达成落地合作。这一位是新任的产品部总监罗平，原产品部总监已经被外派至德国东洋基地，以后东一的医疗设备产品线全由罗总监负责。各位，幸会。软件硬件结合，是我们东一坚定践行的战略。我希望江博士和罗总监通力合作，全面实现业务升级。另外，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：前销售部总监张新华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，现销售部总监的位置由前副总监王冲担任。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，我希望你们各司其职，有什么业务上的需求，我会全力支持。我只看结果。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事？季星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刚搬来就挖我的人，亏我前段时间还特意给他送了个花篮。东一内部鼓励自由流动，员工跳槽不很正常吗？现在是小白2期推进的关键时期，他把人挖走了，我很棘手的。走了一个工程师就棘手了。他挖走的是核心内部成员，他一走进度变慢了，到最后受影响的还是东一啊。不过，如果江淮博士能够早点过来当顾问，应该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吧？哼，你放心，答应的事我都记得。江淮博士的团队这2天就会入驻广华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我就。苑姐来了，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姐，什么事儿？坐。不用装傻，你知道我来干什么。东一这么大的公司，人事变动很正常。你要是为了那几个犯错的老员工来找我，是不是有些兴师动众了？韩婷，无论作为集团副总还是韩家人，我都有必要来提醒你，你要想改革，不要太激进，凡事缓着点。欲速则不达。你这么着急把几个核心部门负责人都换成你的人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你要干什么。我想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，毕竟我在董事们面前立了军令状，时间这么紧，没法慢慢来。您说是不是？说的倒是冠冕堂皇的，可你别忘了，让你开掉的那些老员工可都是跟着东一征战多年的，他们走了，很多事情你要从零开始。谢谢姐的提醒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东一这些年的发展，并不是依靠公司的良性运转，而是这几个老员工。那这些人更不能留了。你这么一意孤行，爷爷会答应吗？爷爷只看结果。
我会用业绩证明。我还有事，慢走不送。好，那我等着看。好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韩总，今天下午4点，星辰要开新年度第1次正式会议，请问您有时间参加吗？看情况。